好，那上课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呢？课本，现在的课本其实已经编得很好，图片多，色彩画面鲜艳丰富，然后字又大。你真的不会教的话，其实念完也是算及格啦。只是学生会对你有点不满哦。如果你只是念完的话，学生会觉得这个老师只会念课本，那我要你干嘛？有时候在课堂上面，除了上课之外，学生的纠纷非常的多，吵个架，然后老师介入处理，可能20分钟就没有了，一堂课也才40分钟哦。那这就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哦。我觉得啊，当学生吵架的时候，才是我们身为老师最重要的时刻。我们可以让他借由吵架理解到冲突是从何而来，接着如何有效、安全的解决这个冲突。事后学会如何和人道歉。虽然道歉绝对不会一道歉马上就和好，但是那也是一个处理。所以我觉得在学校大家要学的反而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冲突。因为人跟人的冲突，从小如果没有学好，长大之后他就会用小时候学到的这种赶时间的方式来处理冲突。那甚至是有一些直接动用暴力来处理冲突。所以一旦遇到冲突，我就会认真的去处理。当然有分等级啦，有时候那种开玩笑的，我会跟他确认：你确定要这样讲吗？小朋友没有，对不起，我开玩笑的就好了。可是如果有一些你确定要这样讲吗？对啊，我再讲一次，我可能会很生气处理这件事情。请问你确定要这样讲吗？对啊，不然你要怎样？我就会开始认真处理了这个我之后设计一个情境，我再来表演给大家看好，那我们继续讲那老师的话，就算4点准时下班，但实际上4点准时走的人很少。譬如说，我想跟同事谈东西，但是同事还在忙，所以我们通常会等到5点或5点半再讨论工作上的事情，或者是改一些作业、出考卷。其实这些都还蛮花时间。导师的话，我觉得太辛苦了，导师费只加3000块，我觉得是非常少的。导师费好歹也要加个15000，我真的觉得当导师的工作量真的太多，午休也没有办法好好午休，要一直看着学生。然后家长的问题非常的多，因为现在家长都很关心小孩，不同的家庭就有不同的问题。那老师一次面对20几个学生，真的会有20几种不同的家庭要面对，非常辛苦。吃东西的话，学校营养午餐可以吃。以我吃10年的经验来看，其实学校营养午餐还蛮好吃的，现在口味都有越来越好。那有时候你就挑自己喜欢吃的那道菜加多一点，而且很便宜，吃得饱又营养，有时候还有水果跟小饮料，我觉得饮食方面非常好。可能我自己也省了，所以我觉得那个非常好。想要帮有接行政的代理老师讲一句话你们真的超级无敌辛苦。所以你在看那个代理老师的时候，他如果有写虚接行政，我个人建议不要接，不要接，尤其是教学组长，不要接。怎么会有人叫代理当教学组长？教学组长是我认为教务处最繁忙的一个工作，他要负责排课表，一大堆老师会问你一大堆事情，然后教育局会发一大堆的公文。虽然你的课很少，但是你每天会有接不完的电话，然后一直会有新的政策下来，你就要一直负责去宣导这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准时走的，相信我。你会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来学校。我相信很多的代理老师、代课老师，我们来学校是为了要面对学生因为学生给我们的回馈才是教育现场最大的收获。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行政的话，我真的没有感受到收获，都是文件。我觉得，所以真的要看清楚。如果他有说要接行政，拒绝换下间，相信我，除非你想要挑战，当行政不可能准时下班的。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当行政的话，失去老师的热情是很正常的事情，一定会失去的。我之前有当过1年的行政，
我的工作还算轻松，我是负责一个网站的客服。但是我也常接到电话打来，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能用啊？要怎么办呢？我们要电话一步一步的让他协助操作那个东西。那我本身3C 能力还好，所以我可以协助。我就想说，如果今天是不懂电脑的老师，还蛮多的哦，他要怎么样去协助对方？第二个是你要有良好的客服处理能力。我本身是心理系毕业的嘛，所以在应对进退上面，我可以让人家听起来比较舒服，那人家怒气会先减少一半。我知道打电话的人都很急，所以他们必须要一个马上好好的说明。这部分我做的还不错，但我只是辅助。那我看到我的主管、组长，他好可怜，真的好可怜，忙得要死。所以我真的建议啦，当接代理绝对不要接行政。如果这个学校叫你接行政，拒绝，我拒绝，真的要拒绝哦。好，那另外一个是教学困境的话，在课堂上的教学困境，第一个是我们讲学生现在知识都比你丰富了，请问你还能教他什么？对不对？还是要教啊，因为我不是只教你一个人，我是教整个班级，所以就算有一个小朋友特别聪明，他什么都会了，我还是说我知道你很厉害，但是其他人还要学，所以你要等我，你可以问我其他问题，我这边教完了，我就会再回应你，我会有礼貌性的称赞他，然后并且请他等待。教育水准落差非常大，有些学生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去上其他课，有些学生真的什么都不会，才3年级就放弃人生了，就是考卷发下来全部都用猜了。我相信看影片的每个人都不觉得3年级的自然很难吧，对不对？植物根茎叶、水的三态，但他全部都圈圈叉叉乱猜啊。那你说未来要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啊。那像这种情况，只能鼓励，还能怎么办？对不对？家长对老师的信任度真的是不够他学历搞不好比你高，我才大学毕业，人家说硕士、博士、EMBA， 就是很多，讲难听一点就是看不起你。重点是小朋友回家他不会讲实话，他会讲对自己有利的话。家长会先选择相信自己的学生，好吧？只有20%的家长一开始对你讲话是有敌意的，但80%的家长都还是能沟通的。但就这20%就可以让你课上不下去了。有什么带录音笔来学校录老师的啊？带智慧手表啊，偷拍照的啊，然后老师就反制嘛，尽量不跟他互动。家长就觉得那你就排斥我家小孩啊，你都不跟他讲话。他身上有录音笔，我跟他讲什么？拿录音笔跟家长聊天就聊回去，你自己回去这样在交换日记，好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目前教学现场的一些困境。如果你有勇气面对这些困境的话，那你也可以当代课老师。